Hello，大家好，我是小生叔叔，我们好久不见。那过去呢，叔叔拍了几次，2次吧，应该开缸方式哈。那今天一样来拍一个开缸方式，因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许多虾友一直重复的在问开缸的问题。那叔叔打算拍的这一次就是这更仔细的方式去拍。我的步骤我怎么使用每一个步骤什么东西先放，什么东西后放然后再重新拍一次，然后更完整。那时间上可能会长了一点点。那我们现在就来介绍我叔叔开缸的方式。首先我们准备了黑土现在这个就是培养土，一般我们种水草的培养土那水草培养土呢叔叔喜欢用薄土养法。什么叫薄土养法？就是你看，这是叔叔的缸子，就是土薄薄的一层在缸子底部而已。因为叔叔只是单纯养虾比较多啦，所以就没有种水草，也没有用厚土。那如果你们种水草的话，水晶虾我比较推荐你们用一些阴性草。那通常阴性草也不太需要种到土里面，比如说一些莫斯啦，或者是一些小龙啦，或者是什么那个皇冠那个蕨类的一种蕨类，或者是黑木蕨啦、青木蕨啦，这些都是属于阴性草，它不需要打稀有土就可以在一般草缸里面种的蛮漂亮的。所以养水晶虾的，如果真的想要种水草，蛮推荐你们用这一些阴性草，还有一些趴地珍珠。如果喜欢做草皮的，我会建议你用趴地珍珠趴地珍珠就是又另外一个名字叫大珍珠啦那如果你要种小珍珠、矮珍珠那一种，那个就需要打强烈的稀有土跟强烈的光，那我就不太推荐用水晶虾缸。我们开始。那首先我们要准备的东西就是虾宝菌，虾宝菌，然后再来就是虾宝粉，然后再来就是虾宝肥，以及我们叔叔惯用鹤根的矿物质。那我都把它装到瓶子里面，我比较好操作然后在我的虾宝培我是自己用大罐的只是先让大家了解目前这些东西。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动作，我们要先加热虾宝粉虾宝粉。那现在叔叔把缸子里面都先取出来先把它取出来。Hello， 那我们现在准备了一台计算机不是计算机称重机那上面它可以看到叔叔大概放了多重了多少的虾宝粉。那首先呢，叔叔刚刚把虾宝粉刚拆开而已。那拆开之后呢，我今天的缸子是60公分乘以我的深度是45，我的长是60公分，所以我要乘以我的缸子的大小，就是我的体积，那我就要长乘以宽乘以高嘛。那通常水位叔叔都放到大约剩5公分的水位，所以我实际缸子的总高度是25公分那25公分我扣掉上面5公分，只剩下20公分，所以我就长乘以宽乘以高，那我高是20公分。那总共等于是60公分乘以45公分，那再乘以我的高度就是我的水量体积那我用的克数是多少？大概等一下我们称一下，称一下之后再给大家看我用了东西多少。但是这个东西不用很精准大家不用这样，不要误差值太大就好。比如说我这个缸子通常放起来大概2到3克，那你放到4克，我觉得都还在合理范围。你放2克也是可以，没有一定说要放到多少所以那大家可以自己用换算自己的鱼缸，你的鱼缸体积跟我鱼缸体积差多少，然后去计算你要放的量不用一直问叔叔我应该放多少，每个人的缸子都不一样，你们可以自己换算。假设你的缸子是我的2倍大，那当然你就加我2倍大左右。那你的缸子是比我小那你就用我刚刚说缸子的大小不是只有看长而已要看你的长宽高乘起来之后的数字，跟我的长宽高除以乘起来的数字是差了几倍
哦，不是只有看长度，也不是只有看高度，也不是只有看宽度，哦，这一点在这里跟大家讲，这样大家以后从你们自己换算啊，自己换算你的下巴粉，啊，这个开缸粉需要用多少？那我现在把它用称到功课给你们看，我的长宽高起来之后要放多少 ？Hello， 这是叔叔倒出来的量了哈。那叔叔刚刚有算过哈，我的长乘以宽乘以高起来大概50公升的水量，然后让我放的下巴粉大概在3克左右，3克左右。好，那我今天现在把一些东西拿出来，我们现在要把下巴粉跟黑土混合。哦，之前教的都是直接倒入而已。那这一次我教大家，因为大家是想要看那一些菌膜，菌膜比较容易成功。但任何养殖方式在这里跟大家讲，任何的养殖方式、任何的教学、任何的开缸方式都没有绝对一定养得顺、养得好。哦，任何人教的都一样。那叔叔只是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那开缸成功率就是比较高，我觉得比较高一点的方式啊，所以跟大家分享。哦，如果你们养不起来，也不要怪我呢，怪我或者怎么样。这是活体的东西跟死的东西比较不一样。活体的东西变数很大，然后一些生态的东西都变数都很大，不像死的东西，我说我要做怎样就它会长怎样。那我现在把下巴粉，把它混合在黑土上面，然后我会用手去把它搅拌。你看那个粉啊，它就会吸附在那个土上面，它就会被粘住了，就会稍微粘住，然后就这样子。然后我会把它搅，就是尽量把它搅均匀一点，搅均匀一点，再把它打散。那说有网友说，那不想把它搅散可以吗？可以啊，它就会比较局部的长了一个菌膜，就会比较固定，比较局部。有些人喜欢把它搅散，有些人不喜欢。那为什么说要把它搅散？原因我现在拍另外一个缸子给大家看，因为很多下友问我说，为什么我的菌膜长起来跟它的不一样？因为我们做手法不一样但其实都没有差。菌膜有没有？像之前叔叔有提到说，菌膜长起来，有没有差异很大？其实叔叔是觉得没有差异很大只是说感觉上那看起来。看到很多菌膜会觉得好像特别的开心一点，有些人就喜欢看那种感觉。你看来看这一缸的菌膜，看它的菌膜就是刚刚叔叔那个动作，把它搅一搅，再打散之后，那这样之后长出来的菌膜就会很平均，就会整片。这是叔叔几天前拍的，他1个礼拜前拍的缸子，就会长得很均匀。这就是刚刚有搅拌的动作。那如果你没有搅拌的话，它可能就会定点一个地方长一撮这样子菌膜起来但是都可以。那也是可以说有些人是先放完水之后再加虾保菌。如果你加虾保菌跟虾保粉开缸粉，如果你是先放水再加粉的话，它的菌膜呢就比较容易长在上面。我找看看，我有就是比较容易浮在上面，浮在缸子的上面，不会长在下面。因为它没有附着嘛，附着它菌就会浮在水面上，不要浮在水面上。所以呢，先下粉还是先放水，其实重要点就差别在这里。但是对开缸都没有影响，只是长相看起来不一样。如果你先下粉之后搅拌均匀，土一开始就吸那个粉一开始就吸在土上面的话，它就会变这样子。如果你先下水的话，再下粉，那当然那个菌膜就会长在水体上比较多。这一点你们大家参考。然后我们又回到这里继续开缸。我们刚刚第一个步骤放了开缸粉，就是我们的虾保粉的意思。我们虾保粉，我们的微生物粉这些是缸子要用的营养源。那再来呢，我们放了这一罐虾保肥。那虾保肥的用意呢，其实叔叔都用大罐的啦，自己用。这个只是增加一些氨基酸其实菌在增长的过程中，它也需要一些营养源，现在需要一些营养源，所以我们用这个东西来增加它氨基酸，增加一些营养源。那再来呢，我们用刚刚拍的那一罐荷根矿物质，只是把它装成瓶子，我自己用压的，感觉比较好操作啦，所以我现在用成这样子。
这个意思你用自来水开缸也可以，用 RO 水开缸。现在叔叔习惯用 RO 水开缸，变数比较少了，比较有一些离离口口的状态。那用自来水开能不能开成功？可以，但是两个比起来的话，RO 水当然是比较安心一点。这个矿物质我们都随意按个2-3下，2-3cc。一开始开缸因为1个礼拜之后我水位全部换掉，所以这个加多加少不要加得太扯了，就是随意就好了，2-3cc、3-5cc 都没关系。你 TDS 你要量 TDS 的话，你就量在大概100左右。如果不量的话，就随意加一加因为这个一个礼拜之后，我们水全部都要放掉。为什么要放掉？叔叔上次有说过，黑土那本身设计出来是要给水草用的，那里面有许多营养源，那营养源呢不一定是虾子需要的。那我们第一个礼拜之后，我们在养菌的过程中，顺便把那些肥分泡出来。它泡出来之后，把那些虾子不需要的营养源，我们会把它换掉，把它换掉之后呢，虾缸就不会太肥。像我们种树，如果太肥的话，也会伤树、伤根嘛，伤花的花。你在施肥的时候也不能一次施太多。但虾缸其实虾子也是一样，它需要肥，但是也不能太过浓郁的肥。太肥的缸子的话，容易伤虾。比如说，或者是太酸的土，因为土每一批来的时候，其实都。任何品牌，叔叔这样观察下，任何品牌没有一个品牌是稳定的，感觉没有很稳定的。每次来的 pH 每次来的营养源、肥分都不一样。那我们安全起见，我都会先帮他降那个肥分、降肥的动作。不管是降肥还是降酸就是这个动作。那有时候如果煮太酸的话，常常或者太肥的话，常常会遇到虾友说它的须溶掉啦等等这些症状。那叔叔不是虾医生，叔叔坦白讲，你虾子怎么死，叔叔真的也不知道怎么救。那我觉得养殖生物的观念，我个人是说，预防胜于治疗所以我们把生态养好，再来放虾的话，虾子的症状就会比较少。那如果你的起初的步调太越过随意的话，那你后面的问题就会越多，你就要越想办法去解决。那坦白讲，我不是医生，那很多人也不是医生，而且在医疗这方面，在虾子这一方面，真的也很难找到一些知识，我们怎么去治疗虾子比如说一些虾子有什么合并黑斑病，那怎么治疗呢？我们坦白讲，很难去懂得如何治疗，就算有文章去查了之后，你也很难拿到那些药物。所以呢，养虾我觉得说养虾真的大家不要急该养水的时间就养好，让你成功率会提高一点。那刚刚叔有提到，任何养殖方式都不一定会成功，但是就是以累积大前辈们留下来的一些经验包含叔叔一些体会的经验。这样把叔叔养虾大约有7-8年，应该到现在7-8年了，那都100来缸以上在养，所以经验累积下来的话，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但是也不敢跟大家保证一定成功那我们刚刚该加的东西已经加了嘛，现在我们要来加我们的虾保菌。那虾保菌呢，大约虾保菌呢，上次叔叔有拍影片大概一瓶匙可以用50公升，开缸的时候1瓶匙就够了。里面有一个小汤匙，我们就加1瓶匙就好。那怎么使用呢？之前有提到，要先把它溶到水里面，再倒进去我们缸子。那我们现在来溶我们的虾保菌请稍等现在我们的虾保菌已经把它溶到水里面了，那现在就要把它倒入我们的缸子里面，倒入缸子。那倒入缸子的时候呢，我们手稍微拨一下，让它均匀一下，这是叔叔的方式你不拨应该也是可以的先稍微拨一下。那我们再把水放开，这是叔叔用熬水，所以这是叔叔熬水流出来。那有做一个，因为叔叔管控的缸子比较多然后所以都用这种自动补水开关是水补到之后，它就会自己停止。这样子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那今天的开缸流程呢，大概就是这样子大概就是从前面到后面，叔叔每个动作做给大家看使用量多少？坦白讲，叔叔回复这个东西真的有时候叔叔比较忙，白天也在工作，所以真的没什么时间一一的回复大家。那
刚刚的计算方式就跟大家讲了，长乘以宽乘以高，就是你的体积你的水量。那你就依你的水量，像叔叔刚刚这个水量，呢，我用了3克的开缸粉，就是微生物粉，然后用了1平尺，我用了1平尺的虾宝菌，然后呢，我用了3cc 的虾宝肥，那加3cc 的话，大概这个如果以贩卖包装的罐子的话，它每按一下是0.3cc，所以你大概要按10下吧，10下就是3cc如果你的缸子是跟叔叔一样大的话，大家自己拿捏，量不要太扯。其实东西都是任何东西，在我们生活界里面，任何东西都一样。大家都知道吃蛋营养，但一次吃太多蛋对身体也是负担那我觉得事情我们就差不多刚刚好就好。那这些使用量呢，是大概叔叔抓出来的大概了就是一个中间值你们可以自己拿捏。让你的菌你想要加多一点，比如说你想要加2平尺，当然也可以那我觉得1平尺它就够了，甚至0.1平尺都够，然后1半平尺都够。那就看个人喜欢加1平尺还是加半平尺，还是加2平尺，不要太多说我整罐倒进去了怎么办？坦白讲，叔叔也不知道你整罐倒进去了现在该怎么办。我虾宝粉整包都倒进去了，虾子会不会死？常常有校长这样问我这样的问题。那你觉得，如果你整包倒进去，虾子会不会？我今天叫你吃了100颗鸡蛋，你会不会死？很难讲吧。所以我们就不要太超过这个剂量的话，应该大家数据不会差太多了很奇怪的问题，坦白讲，叔叔现在不太爱回复一些奇怪的问题。你们如果还在问这些奇怪的问题，我坦白讲，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因为之前常常遇到虾友啦，问说虾宝菌一次倒半罐会不会对虾更好？我这种逻辑观念我不太怎么讲，那我只能分享我的经验，使用量大概是这样子。那如果你们想要试其他的方式，你要倒整罐，那当然是你要试完之后再跟我分享，我会很开心，而不是问我用了1罐会怎样。那我希望今天的开缸过程等等的东西，你们可以很清楚的去了解。对不然这个开缸问题还是持续很多人在问那所以今天就在这，记得你们如果喜欢的话，你就订阅一下。那叔叔有想到什么可以拍的，再跟你们大家分享。希望这一次的开缸可以让你们轻而易举的懂得如何使用了。希望不好意思，解释能力比较差一点，就这样子了拜拜拜拜 ，Hello。不好意思，我刚刚漏掉了一个。一般我们虾缸里面一定都要有一些过滤系统嘛。那过滤系统，记得如果你想要有这些菌膜的话，刚刚说这个，你看叔叔的过滤系统都没有启动就是现在叔叔的用了简单比较一般阳春型的过滤系统在养虾了，所以呢，我用的只是水舀精而已。那一开始我都会把开缸完之后我会把过滤系统都一样安置好。刚刚我们这一缸还没安置，所以我现在安置一下我们的过滤系统现在叔叔都用水舀精，水舀精养虾很方便我现在也没有用圆筒，也没有用比率的现在我觉得水舀精很方便，只要脏了只要洗海绵而已只要洗海绵而已，很方便。那我现在把水舀精也定位了。这段时间第1个礼拜，我们刚刚有说过，第1个礼拜我们不要第1个礼拜的水，我们要把它换掉。那所以呢，气机海绵我是没有气动的不要气动因为你气动之后会把你的水带动，那你的菌就会乱游，可能就被吸附到水舀间里面，或者是你用过滤系统、用圆筒、用外挂都一样，它都会被吸走，你的菌膜就没办法产生这样子安定的。我们的菌在增长的时候就会产生菌膜，那菌膜这些都是就是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还持续在增长。那增长过程中，它会帮你分解掉一些黑土里面一些比较差的，当然比较好的东西也都会分解掉。那这个时间我叔叔是不去启动气局，不去启动就是过滤系统的。1个礼拜之后，我把水换完之后，那时候我才开始启动过滤。启动过滤之后呢，大约在跑水跑1个礼拜之后，
叔叔通常换第二次水，换第二次水一样会100%换掉，然后再让它启动1个礼拜，这时候你就可以考虑要不要放虾。那依个人习惯，如果你想要早点放虾的，第2个礼拜其实就可以放虾试试看，但也不保证会活。刚刚叔叔讲过，任何方式都没有一定。那叔叔到现在还是都习惯1个月之后才放虾。一开始放虾的时候建议先捞个5只10只观察，放下去之后活个5天7天，那觉得没有问题，那才会大量开始放我想要养的虾子。那这样子整个开缸流程大概都懂了嘛？那再来就是提到说之后的维护，建议大家之后换水，还有每次换水一定要加虾保菌哦。养虾建议这个消耗菌呢，消耗菌这种东西不要省，其实我觉得蛮重要，有加跟没加稳定度差蛮多的。每次换水都加，那加使用量就是以包装那个虾保菌来50公升大约0.1克啦，50公升大约1.1克。你们自己换算你们缸子的容量。那每次我们虾缸在换水换多少呢？除了刚刚第一次开缸跟第二次，第一次跟第二次换水量会比较大，我都会几乎都换到100%。然后之后换水每次都会换大概1/4。假设我的水刚刚说我的缸子是有20公分，对不对？那20公分呢，我每次换水大概换1/4，大概5公分，或者是1/6，只有换3公分不要一次换太多，不要一次换一半。这是叔叔的操作方式。当然，外面很多大家前辈的方式，有人一次换一半，有人3天换一次，有人1个礼拜换一次，这每个人操作方式不一样。那今天叔叔是分享我的操作方式，就是之后每隔2个礼拜哦，这是第一次全部换掉，隔1个礼拜之后再全部换掉。再来就是2个礼拜才换1次水，每次换水我只有换1/4或1/3。那这个缸子可以维护多久？因为现在我们用的是薄土，那虾子吃东西大便污染物全部都会沉积在底部。一个缸子，如果你要它正常，叔叔的经验上大概半年，我就会重新整理一次。那怎么叫重新整理？就是之前叔叔有拍翻缸影片。就是把缸子翻掉，把虾子捞走，然后重新设缸，就重新再来一次像今天这样的动作，大概半年会使用一次，这是叔叔的循环。那跟大家分享，那我应该都讲到了，我怕有漏是什么的，希望这一次可以拍得很仔细，让大家听得很懂。那也希望你们大家养虾顺顺利利，都大家爆缸，这样子咯。还是也没有想到的，我之后再想想看，拜拜。